给大家更新的这款发型呢是5点式的裁剪。那这款发型呢是圆形、三角和方形的组合。那这款发型呢是来自于1964年的创作。我们很多资料显示说是通过10年的时间才创造了这款经典发型的裁剪，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很多发型师都是为它着迷的一款。它是可以演变很多的露耳短发以及我们的这个发尾的脖颈处的一个收紧的效果的一个演变。所有的经典发型，露耳发的裁剪以及我们的齐刘海短发的裁剪都来自于这款发型的一个裁剪的理念。所以今天我们在裁剪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去看到三角、圆和方形它们组合下来落位所产生一种非常漂亮的这种外线。好，接下来我们在裁剪的时候呢，大家认真的看。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头模打湿以后呢，我们要确诊我们的头位。在剪发之前，头位会影响我们的形状以及我们的角度，所以我们在剪发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头位。剪客人也是一样的，要求客人坐好做端正。好，现在我们保证我的头模是与地面做一个水平的一个角度。确定好以后呢，我们把这个头发呢梳到自然垂落，然后呢从侧中线给它分开，分出我们的前后发。那我们在侧区第一区剪的是三角形，三角形本身它是有一个扩宽的一个切口，在这一片我们进行去裁剪的时候呢，前后发的比例我们要把它确定好。那这条线我们分的位置呢，我们能看到是在我们的耳朵的外轮廓过来，耳朵外轮廓垂直向上因为我们要剪一款露耳的一款发型，所以如果说我们分的这条线过于往前的话，我们的耳朵会打不开，我们前面三角的形状会偏小，前后的比例就不好看。所以我们在去分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前后的比例。那这一条线再去分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不要往前靠，略微的稍微往后靠一点，会更容易帮助我们去建立两边形状的一个对称度。好，我们分好以后呢，将我们的后发呢给它夹起来。现在我们从前发开始裁剪。那在这一块呢，我们会用到斜向前去剪三角的一个形状。那在这里建立三角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去根据我们想要的量感如果我们的发量很薄，我们可以重一点角度；如果我们发量很厚的话，我们也可以稍微的抬高一点。但是我们再去剪经典发型的时候呢，我们是在训练我们对这个形体的一个了解，所以呢我们按照最清晰的外线进行去裁剪它，所以我们的角度呢在这个地方是比较厚重的。第一片头发我们用到斜向前三角的划分线斜向前的划分线进行去裁剪。那这个斜度大家可以去控制在45度或者是高于1.45度裁剪。那我们现在的切口呢是平行划分线进行去裁剪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切口控制的也是一个斜向前的三角的切口，所以我们的划分线呢要略微的斜一点点，剪出来的三角的形状会比较的明显，看起来会比较的直观。如果太平的话呢，剪出三角的感觉就会稍微的弱一点所以我们这条线呢可以控制在45度左右。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剪三角的时候，有耳朵的地方张力比较大，所以我们再去剪切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耳朵上面的张力。我们剪的时候呢0度去裁剪，然后压一下我们的切口。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梳子呢摆成一个斜向前的一个位置。好，梳出来，我们控制第一片头发的裁剪。那这个发型呢，我们控制在露一点点耳垂的位置我们剪前发的时候和后发的时候，我们可以要释放一下前面头发的长度，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还要切一些外线的一个长度，再加上这里头发的张力比较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角的长度保留出来。所以呢，我们分2刀剪，第2刀的时候呢，我们再压低一点点我们的切口，然后呢去放长我们这个三角，让它看起来呢三角的感觉更直观一点。长度的话，我们可以放在耳垂或者是耳垂往上一点点都可以。好，继续的走。第2片头发继续我们分出斜向前的划分线。那在这里我们每片头发控制的厚度呢不要超过2厘米的厚度。如果我们发片过于厚重的话，我们控制的切口也会相对的弱一点。那为了建立我们这个三角的体积感，我们要把这个头发呢第2片在我们的第1片的导线上进行去裁剪的时候呢，不要提升角度。那第2片依然还是0度裁剪。那我们梳下来的时候要看清楚我们的引导线
按照我们的引导线进行去裁剪。如果我们的头发张力比较大的话，我们也可以将我们的第二片比第一片略微的放长一点点。好，我们继续的0度去裁剪。那我们的外线在这一刀呢，逐渐的再放长一点，然后这个角将会做的我们前面修饰完以后非常漂亮的一个形状，所以一定要保留前面角的感觉。好，继续的斜向前分出我们的第3片头发。那这片头发呢，分至我们的前侧点的位置了，再往上剪就是我们转角面以上的头发了。好，我们继续的把它梳下来，3片都是0度的啊。梳的时候也是看到我们的划分线，看到我们的引导线以后呢，进行去裁剪，0度的剪切。外线呢，继续再放长一点。好，这样我们就剪出来一个非常硬的一个3角的一个切口。好，继续再往上走，我们的头发已经到我们的上面的一个转角面以上的头发了，我们不好再去用0度去控制它，因为有一些头发呢也会落在我们的侧部面，所以在这一片头发我们把它梳下来，梳它自然垂落，用手指去压住它啊，我们用1指位去控制它。注意我们再去剪的时候也不要去提升啊，手指只是轻轻的控制住这个头发，这样更方便我们进行去裁剪。依然还是剪出3角的切口，跟我们下面的引导线呢继续的重叠延伸向上走啊，还是3角的一个形状。好，继续的往上走，直到剪到我们中轴线的位置啊，这是我们转角线以上的头发，用手指去控制它。再次给大家去重复一下，转角线以下的头发啊，不管我们分3片还是分4片裁剪，只要在我们的前侧点以下，我们用0度去裁剪；过了我们的前侧点以上，我们用手指去控制它裁剪。好，我们把中轴线的所有的头发呢都给它梳过来，沿着我们下面的引导线呢进行去剪切。我们继续把这个头发梳过来，手指逐渐的压低，将我们的切口呢3角的一个形状继续的给它剪完。好，那我们的侧部的3角就给它剪好了啊，由0度到15度的一个裁剪。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发尾没有太大的层次，是一个厚重的3角形。好，我们继续的将我们另一侧头发用同样的方式呢将它剪完。我们依然找到我们的耳点，垂直向上，将我们的这个头发呢分出我们的前后区。来这里注意分的时候呢，不要给它过于的靠前。好，分出来以后，我们把后区的头发呢给它夹好。好，分出我们的第一片发片，发际线往上 1.5 厘米左右啊，不要超过2公分，也不要太薄啊，太薄会影响我们的导线的寻找，因为在这个地方耳朵会将我们头发的长度给它支撑起来。划分线呢，我们可以倾斜一点，划到45度裁剪。好，长度定在我们耳垂啊，可以定在耳垂之上都是可以的。我们把这个头发呢继续的梳下来，梳子摆成与地面，梳子摆成与划分线平行，找到我们的引导线。好，梳下来以后0度去裁剪，在这个地方呢，注意我们的张力。梳头发的时候呢，不要拉得过于的紧。好，继续的再走，压低我们的梳子的前侧，那这样子我们前面的这个头发呢，角的感觉就会比较的明显，3角的感觉会更加的直观。继续的往上1公分去斜向前，分出3角的划分线。好，继续的0度裁剪。后区的头发在这一块呢，也不要斜的过于多啊，因为我们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区的头发会与后区的头发连接，所以很多小伙伴去斜的过于厉害，将这个切口打得太开的话也不好看啊。所以呢，大家要注意我们3角斜度的一个感觉。好，继续的走0度裁剪，越到前面发际线的位置呢，越要压低我们的梳子，保证我们这个角的感觉明显。好，继续的0度再剪一片，这一片头发呢在我们的前侧点以下的位置。好，继续的梳到0度，梳到0度，注意我们的切口。0度的3角，
继续往上延伸，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用手位去控制它了，用手指将这个头发呢固定在我们的侧部面。好，继续梳下来。我们的发片梳过来的时候，切记不要往前往后拉太多啊，因为这样子会影响我们头发的落位。我们尽量的是控制在头发自然落点的位置进行去裁剪。好，找到我们后区的头发引导线，继续的手指的指尖抬高，我们的指根的位置呢压低。剪出三角的形状，找到我们的引导线。每片头发都是看到导线在裁剪，所以呢，大家不要去过于的着急，一定是看清楚导线，才能清晰的将你的形状剪好。好，从后区剪过来，所有在外线的头发呢，我们尽量的压低角度啊，不要让它提升过多。这款发型其实在从后区剪和从前区剪都是可以的，然后每一个区呢都是一个独立体，所以呢，就像在用那个形状几何形体去做一个拼接一样。那这款发型呢，就是一款组合型的发型。它是剪完以后，我们能看到形状与形状连接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非常有美感的一个形状。好，现在我们后区的这个侧区的三角，我们把它剪完了，我们能看到一个向前走的非常漂亮的一个三角形，在我们的左右两侧。那接下来我们再去剪的时候，又变成我们的前面这个面的头发。刚才我们以两侧进行去做参照，剪出一个斜向前走的三角。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剪一个圆形，在我们的前区。那接下来我们能看到它的一个形状的变化。好，我们继续的调整一下我们的头位，继续将中轴线的头发呢给它分开中轴线分出我们左右两边。好，分开以后，我们现在呢找到我们的中心点的头发往上移2指位2公分左右的一个宽度，然后呢再去找到我们的瞳孔的位置，也就是我们再去剪头发剪空气刘海的位置这里是一个小的三角区，分出一个小的主刘海的一个位置，将这个头发呢给它分开，两侧都是一样的找到我们瞳孔向上的位置，分出一个小的三角形在我们的中间的位置，那也就是平时我们剪空气刘海的一个主刘海的位置。好，分好以后呢，现在我们去确定一下我们的长度，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剪圆形圆形其实在这个前面是稍微的还是难控制的一款，因为很多人剪完以后头发要么就会斜，要么就会层次比较的不清楚。那接下来我们用到手指的控制去剪出我们一个圆形的比较漂亮的一个切口。然后我们剪完以后头发在吹干了以后呢，保证它头发落点呢都是在前面。好，我们现在拉出第一片头发。第一片的头发呢，我们可以略微的抬高一点点角度我们可以拉到与地面水平的角度。那长度我们可以定在眉毛与眼睛的中间，我这个是没有眉毛的，所以我定在我的眼睛正上方的位置眼睛上方打开一点。好，第一片头发长度在这里，角度呢是与地面平行的，第一片剪了一个方的切口。好，剪完以后呢，这个头发呢，由于它是三角的划分线，头骨中间高两边低，所以我剪出一个方的切口呢，它自然落位是有一点点弧度的这也是我们的引导线。分出第一片头发，剪好以后，我们继续的沿着我们这个划分线呢向上1公分。那这个头发的划分线呢，我们将它连接到我们的前侧点的位置前侧点也就是我们外眼角的位置。我们把这片头发呢给它梳起来。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梳头发的时候要看好这个头发的自然落点，特别是在前发的时候，我们的头发是往扩散性生长的，所以我们去剪的时候，将头发往前带或两侧带都会去影响我们头发的落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好我们发根所生长的，也就是发根的毛流走向。好，那它一些头发是在前面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在前面将它剪掉。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剪的时候，手指不是在摆成一个水平状，手指尽量的与我们的划分线平行划分线是斜的，我们的手指也会摆成斜的，逐渐斜逐渐斜这样的一个走位。好，我们把这个头发呢拉起来，找到我们的引导线，剪出我们第一片头发。注意我们在
放长我们侧屈头发的一个切口，再剪空中一个弧线的一个角度。好，继续的再梳，看到我们第二片头发的落点啊，一定是找到它的落点，在它落点的位置进行去下刀。那这个时候不但是找到落点，手指去还原我们的划分线，然后手指控制我们空中的切口是一个圆的切口。好，再放下来手，看到我们的落点已经在我们的外眼角的位置了，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外眼角的位置呢进行去剪切。好，大家能看到手指的摆位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逐渐的走成一个圆。在剪的时候呢，不要摊刀啊，这样子才能控制我们头发落下来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弧线。好，我们继续的再往上一片头发，往上1公分位置去连接到我们的侧部点的位置啊，侧部点的位置，将我们这个头发呢给它梳起来。好，那越往上头发的梳位就会越难控制，所以我们去梳的时候呢，将这个发片呢梳到我们的手心里面。好，我们用梳子呢轻轻的将我们头发呢梳到它发根所生长的方向进行去裁剪。看一下它掉的位置，它掉在哪里，那它的落点将会是在哪里。好，我们继续的找到它落点的位置啊，根据我们的引导线继续的走，手的摆位同样还是随着我们的圆的切口逐渐在放。好，继续的再往下走，大家能看到我们走到侧屈的时候，我们的手指基本上是变成一个垂直的一个手位了啊。好，这么去剪完以后呢，我们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弧线。那这个弧线的头发呢，在吹干了以后呢，它不会有很多弹上去啊，或者是短掉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呢，这个叫找到头发的自然垂落进行去修剪。好，现在我们把上去的头发呢梳下来，来，大家能看到后去的头发是三角，而我们刚才剪的头发呢是圆。那放下来以后呢，三角和圆的组合在这个地方就会产生奇妙的一种感觉。大家能看到圆的流向往后走，而三角的流向向前走，这也是很多的这种短发所呈现一种比较漂亮的形体。好，我们继续的去剪另一侧的刘海区。继续沿着我们的划分线往上1厘米的位置去连接我们的前侧点，分出我们的发片，将后去的头发呢给它夹干净。好，梳理，在梳理的时候一定要轻轻的啊，梳到我们头发自然垂落的位置。好，找到它的落点以后，将这个头发呢拉起来，手指的指尖开始朝下，跟我们刚才修剪的是一样的手位，只是刚才我们用手指根的地方去下压，现在我们用手的指尖的地方去下压，这样去控制我们在原位剪出一个圆的切口。好，我们继续的梳，看到头发掉落的方向，手指的指尖逐渐的压低，去放长我们的切口，不要摊刀啊。好，这样去剪完以后呢，我们的圆的切口就出来了。继续的向上1公分的位置去连接我们的侧部点啊，侧部点的位置。那这里刘海是比较宽的一个刘海啊，侧部点平时我们再去剪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额头比较的窄，我们可以将刘海的宽度呢剪到侧部点，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刘海就会显得比较饱满一点。好，继续的再去梳理，看好它生长的方向，可以多梳几次啊，来回的多梳几次。好，看好它的落点在这里，在这里的，那落在哪个位置，我们就将哪个位置的头发呢梳在原位的地方进行去剪切，用手指去控制它空中的切口。好，梳下来。这里的剪法就是让大家再去剪切完以后，我们客人回家啊，它的还原度比较的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再去剪结构的时候就控制好它的头发的一个落点，这也就是它洗完头发回家以后它不变形的一个理念。好，剪完以后我们能看到三角圆三角的一个组合，在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个漂亮的一个角的感觉。好，前区的头发和侧区的头发我们就剪完了。前区的话是0度到15度的三角，刘海区的头发呢是平行的90度到逐渐降低，直至到最后我们剪完它是一个0度的一个角度。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剪后区的头发。好，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后面啊，也就是我们的后部区。在这款发型当中，后部区的裁剪呢它是方形的切口。那这里方形呢并不是我们的后部方，我们之前有剪到过很多后部方的一个裁剪。后部方的落位呢它是往两侧走的。那今天我们剪的是在转角两面进行去剪立方形，也就是我们再去剪的两侧的一个侧部方形。
侧部方形的参照面和我们后部方形的参照面是一样的道理，只是它的这个位置呢发生了改变。就是再去剪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在裁点的时候，它的参照面，也就是头骨它是一个圆的，那在它的参照面怎么去找呢？就是找到我们发片的中间，它最高点就是我们的参照面。好，我们将这个左右两边的头发呢，给它分出来，先去分出我们的第一个区，也就是我们的静态区的头发。那在这款发型当中，我们可以剪到不连接的一个长度，这样更能够体现我们的这个方形落位下来所产生的一个效果。好，分出我们的第一区头发，那找到我们的这个枕骨区的头发，往下1厘米的位置啊，在这个位置，现在我们用到我们的耳点的头发去连接我们的枕骨向下1公分的一个位置。那这里我们分出一条线呢，它是一个斜向后的划分线啊，耳点的位置，枕骨点的位置。那在这里大家要注意啊，这里是我们的外线，我们将用这一片头发去建立我的外线，所以在分耳点的时候，大家可以分出我们的发际线往上0.5厘米的一个厚度啊，不要分得太宽，这样我们的外线呢就会比较的清晰。好，分出我们的后部的静态区的头发的区域，我们把它夹起来。继续的将我们的另一侧，将我们这片头发呢，也是找到我们的发际线往上0.5厘米啊，这里是我们的外线，去连接我们后区枕骨点与我们的枕骨点往下1公分的位置啊，枕骨点往下1公分的位置，那这里刚好就会得到一个斜向后的划分线。那这里划分线的斜度呢，刚好是在15度左右的一个斜度啊，我们也不需要划得过于的细啊，这样会影响我们对这个参照面的理解。好，分出来以后，我们把头发夹干净。现在我们能看出来了，那这里是一个微线的一个划分，对不对啊？两条往中间走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把头发分成2片头发进行去裁剪。为什么要分2片呢？来，这是我们的两边的参照面啊，这是我们的参照面，这是我们的参照面。我会将在我的参照面以内建立我的方的切口，这边建立一个方的切口。当2个方形的切口落位下来，中间就会产生一个微线的一个切口。很多人说这叫斜方啊，也有很多人说这叫圆，其实这里理解都不是正确的啊。正确的话是侧部方啊，侧部方在我们的转角的位置、颈侧点的位置去建立我们的方形。好，在这区呢，我们用到斜向后的划分线，我们能看到划分线的位置呢依然是斜向后的一个位置啊。然后这样去剪完以后，头发的流向呢更容易往前收紧。那剪方本身，很多小伙伴理解它是一个增宽的效果。那在我们转角区侧部面剪方的时候呢，其实它是有收窄的作用，并且在中间啊骨梁区的这个位置建立一个非常饱满的一个堆积线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形线，它落位下来可以使我们后区的头发做到饱满，而两侧的头发就会做到一个收紧的效果。好，现在我们把这片头发呢拉起来，找到我们的发片与地面90度进行去裁剪，长度我们可以控制在发际线往下3到4厘米的位置进行去裁剪。好，第一片头发拉过来以后，现在我们的手位摆成与划分线水平的一个形状啊。那裁剪的时候看到我们最高的位置，我们这片头发的最高点就是我们的参照点，头它是一个圆的，想在你的参照面建立出一个方的切口啊，一定是找到它的发片中间最高的位置就是你的参照点。那这个时候我剪出一个水平的切口面，在我的参照面以内剪出一个直线的一片发片。那头发落位下来的后，它会出现两边头发长一点点，中间头发短一点点。那第一片呢，由于我们的发际线它生长的是一个三角的一个形状，所以我们看不太清楚它的落位。越往上，当这个头发达到一个规整面的时候，我们就能清晰的看到，在这个区域头发落位下来是中间短一点，两边长一点的，就像我们的方的裁剪是一样的啊。好，我们继续的走，分出我们的第二片头发，在后区我们剪出一个高角度的裁剪，让它后区的头发呢薄一点，收紧一点，它的形体会更好看。好，第二片头发呢，我们依然拉起来，找到我们的发片与地面水平的状态，手指的位置呢摆成一个水平的切口啊，参照点在我们的
最高点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如果大家不能够确定，可以先从我们的参照点剪一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控制我们的切口啊。好，那在这个地方大家能看到我们的侧部区的头发啊，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大家能看到。这里的外线是不是在逐渐的往上走啊？如果我们再去这里剪的时候啊，在这个位置拉起来高角度裁剪，这里会比较短调。那接下来我为了去满足这个发型在外侧比较清晰的一个状态的话，我将外线呢低角度进行去裁剪啊，为了是满足我的这个发际线的一个问题啊，并不是说一定要这么去裁剪。好，剪掉90度。好，这片头发呢，我要降低一点角度，因为我要保证我外线的一个长度。好，再来一片。同样的，还是大家能看到这个外线最高了啊。保留我外线的一个角度的时候呢，外线头发我是降低裁剪的啊。好，拉起来，注意我们的引导线在我们的底下，手指的位置摆成与地面水平的一个状态啊。注意我们不要往这边走啊，也不要往这边走，拉过来，头发是平行输出的。好，剪切外线的时候呢，降低一点角度，保留我外线的一个长度。好，这么去剪完以后呢，我们就能看到在这个侧角点这个颈侧点的位置呢，它是一个收的一个效果啊。然后中间头发呢会有些饱满，这是我们的静态区的90度裁剪的一个方形切口，侧部方。好，我们继续的去剪我们的这一边的头发，分出我们的发际线往上1公分左右作为我们的第一片。找到我们后区头发、侧部区头发作为导线，那这个时候导线要带到我们的这个面的参照面啊。刚才是我们的左侧参照面，现在是我们的右侧参照面。那我们人的站位也是站在我们的右侧的正中间进行去裁剪的，所以我们的站位一定要站好，不然的话我们的形状就会剪圆掉。好，我们现在拉起来，手指平行于划分线进行去剪切，发片的角度是90度啊，与地面平行的一个90度。继续的分出我们的第二片头发，依然还是斜向后的划分线啊，斜向后的划分线，找到我们中间这个最高点，拉起来，越往上越宽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我们的参照点的位置。好，把这片头发拉起来，角度还是90度裁剪，后区的头发另一侧有导线，把它带过来，带到我这个面做参照，把它剪掉。好，继续的在往上走的时候呢，看到我的外线向上延伸了，那这个时候我要保留我外线的头发的长度，我将这片头发呢低角度进行裁剪，低角度剪的时候它会放长啊，所以呢保留外线的一个效果，我要将这个外线头发呢放长一点。如果我的发际线长得是一样平，那这个时候我就没有这个动作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再去剪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要外线更加好看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这么去理解啊。好，拉起来，找到我们的引导线，角度是90度。发片平行90度，找到我们另一侧头发的导线，拉过来作为导线，外线这片头发呢低角度剪切掉，那这样我的外线呢就是比较长的一个外线啊。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上去延伸，那现在第一区的头发我们剪完了，在枕骨区以下我们建立一个收紧的一个效果，来从这个剪完的形体上，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个头发落位下来的以后呢，中间头发是饱满的啊。虽然我们的角度很低，我们依然也能看到头发落位下来的形线。两边呢，它是一个收紧的效果啊。所以在我们进行去裁剪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去使用。比如说我们在去剪现场的时候，有很多的客人，他的这个脖颈比较的宽，然后我们需要将后区的头发建立一个饱满的效果，收窄它脖颈转角两边的一个宽度。那我们可以用到两侧的方形，侧部的方。当头发落位下来呢，中间会产生一个这种微线的一个夹角啊，它就可以收窄我们的脖颈，填充我们的扁平的位置。好，那我们把这区头发剪完以后呢，上面我们要建立它的堆积的量感啊。这款发型的这个裁剪就是比较的厚重的啊，看起来是一个形体比较有力量的一个效果。那接下来我们把静态区的头发呢给它夹起来。好，夹起来以后呢，我们继续往上去延伸，上面依然还是剪出方的一个切口啊，左右的侧部方。好，从哪边剪都是可以的。好，现在我们把这片头发呢从一侧先剪我们的左侧和右侧都是可以的啊。好，现在我们继续的跟随我们这条划分线斜向后进行去划分，分成我们的第一片头发。
好，分出来以后，现在呢，大家看到啊，这个长度我要重新的去设定了，底下我是高角度裁剪的，但上面我要低角度去裁剪。在上面的头发剪完以后，它的张力是比较大的，我们的角度可以控制在30度或者是15度进行去裁剪。长度的话，我们目测在前面的这个三角与它的长度去连接啊，在这个三角的这个位置去做一个连接。那这个的角度呢，我们要放的低一点。那这个地方的角度呢，我控制在15度左右，好吧？拿起来这片头发，找到我们中间这片头发的高点啊，这是我们侧部的最高点，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斜的方切口。好，拿起来。15度裁剪，从这片头发开始下刀，继续的将我的切口呢直线的延长，前面也是啊，直线的延长。好，剪出我的第一片，继续的斜向后的划分线，向上去走。这片头发依然还是15度的裁剪，底下有导线的啊，拉起来，找到我们的引导线，开始下刀，15度，从中间开始水平啊，然后与两侧头发呢去做连接。啊，在我们的侧部区，我们剪了以后能看到这是一个直线的啊切口，在这个参照面内是直线的切口，千万不要往中间走啊，往中间走会将这个角给剪掉，剪掉这个角就变成圆了，就不是这个明显的一个方的落位了。好，继续的斜向后的划分线，裁起来。那这里往上梳的时候，我们能看到这个头发的张力比较的大啊，我们把它梳下来的时候呢，发片不会再继续向上去提升了啊，还是按照我们刚才所提升的角度，15度的角度进行去裁剪。我们剪完以后能看到一个非常硬朗的这种的外线。继续的夹起来，梳的时候一定要梳到它的自然垂落的位置，找到我们的引导线。好，最后一片。没有再继续再提升啊，其实上面头发呢已经没有角度了，上面的头发已经贴着头皮剪了，所以它上面头发基本上是没有角度提升的啊。好，现在我们把它剪完以后呢，我们能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落位线啊，是一个斜的一个微线的切口，和我们前面的这个三角去组合下来，就能清晰的看到两条微线的一个效果。继续的，我们去剪这边的头发。分出一个斜后的划分线，去建立我们第一片头发。目测长度在前面的头发和后区的头发连接。好，我们把这片头发呢梳下来，找到我们的中间，在这一片作为我们的引导线。好，剪掉。所以我们的发片不要往中间带啊，它的位置还是在侧部建立一个方形，它的落位是有点点弧度的啊，中间有一点点短，两边放长的一个效果。好，继续分出我们的斜向后的划分线，头发梳起来，找到我们的引导线啊，头发梳展开。找到我的引导线，人站在我的侧部面，眼睛目视的水平的位置是在我的侧部的中间的位置，最高点的位置啊，所以我们依然是在这个位置去建立我们的形状。好，继续往上走的时候，我们的发片不再提升了，按照我们底下头发的角度呢进行去裁剪啊。在上面的时候，黄金点和黄金点往上是头骨最突出的头发，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头发的张力是比较大的，我们不需要去提升。好，我们依然还是建立我们的侧部的方切口。
最后一片。好，现在我们把所有的结构呢给它剪完了，在枕骨区的位置，大家能看到清晰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菱形的角啊，在这一块非常明显的一个菱形的角的落位，它会有印线，因为上面头发我们没有去继续向上去提升。好，在放过来以后呢，我们能看到前面的三角和后区的方的它两个落位下来会产生一个这样的中央线啊，中间是一个微线的一个中央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将这个头发呢，往前去分出一片头发，在方和三角的位置呢，去给它做一些连接。刚才我们方是斜后分的，现在我们依然还是斜后分，然后前面的三角是向前分的，我们依然还是向前分，将这两片头发呢梳起来，在中间的位置去检查形状与形状的连接点啊。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的前面有一些没有连接好的地方呢，我们去给它做一些前后区的一个连接，将这一区的头发呢向前的向后的将它的这个切口连在一条线上。好，梳起来，去看一下这里的切口。如果是前面长了，我们去把前面的磨掉；如果是后区的头发长一点呢，我们去后区的头发去给它磨掉，这样能够确证我们形与形之间的连接呢，就更加的精致啊，不会产生有长短。这个时候你看前面长度给它剪掉一点，角度不要提得太高，提得太高，等一下剪完以后呢，我们会出现一个剪切的痕迹，所以呢，我们是低角度进行去操作的。好，继续的剪这边。还是从中间的划分线分开，后区和前区的三角与我们的后侧部方进行去连接，去确定一下我们的形状的精致度。在形状与形状组合的时候，我们让它尽量的组合起来，不会产生有任何的违和感啊，让它更加的无缝。好，拉起来去检查看。有的话呢就给它剪掉，没有的话呢然后去检查一下。好，这里有一点长的，给它剪掉。好，这里就是它的形体，我们给它剪完了。剪完以后呢，现在我们把它吹干，然后再次去做一些精修和外线的处理。我们把它吹干吹顺以后，在这里吹的时候大家不要去吹成包裹的啊，吹顺带的光滑就可以了。那吹完以后呢，我们去梳理这个头发，我们看到这个头发的形体呢没有去改变太多，对不对？还是我们刚才所裁剪的形体。那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清晰的形状落位下来，形与形之间的一个关系。好，那现在我们去处理一下这些印线，将这一类头发呢给它拉起来，去将我们的发尾呢给它稍微的做一下点剪处理。那这里处理的时候呢，注意是垂直进刀的啊，不要去将头发剪短了，将这里的头发的发尾呢给它做一些柔和，然后我们再去切这些外线，将它的形状切出来。所以再去处理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啊，注意我们拉起来的时候还原我们当时的角度。这个时候呢，我们纵向去提拉的时候，能看到我们的剪切口垂直进入发尾1公分的位置进行去裁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发尾就会变薄一点，不要打得太薄，因为它是一个固体型啊，特别是这种的剪这种工具型的头发，它并不是在我们的沙龙当中裁剪。如果在沙龙当中的话，我们可以去用牙剪呀去做的更薄一点、更透一点。那为了我们体现这种几何形状的一个形体感，所以我们不会将这个头发呢打得过于的薄啊，让它的形体看起来更加的有立体感，也就是剪经典的一个美感。所有的头发都是给它垂直进刀，发尾呢1公分的位置去做一些裁剪。全部的发尾给它做一遍，做完以后我能看到这个头发就薄了一点了，
啊，但是形线的感觉还是依然很清晰的。一定是垂直进刀啊，千万不要给它斜进刀，斜进刀会将头发剪短。好，现在我们把所有的切口给它揉好一遍以后，那这个时候我们去切它的外线了。大家能看到这一块，我刚才用低角度去剪的这一块的头发是比较厚重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将这些头发呢给它做到均匀啊，均匀就是说在它透的时候呢，让它在统一的一个效果上面，不要让它有厚的地方，然后有薄的地方。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个图剪，让它这个发片的位置呢，这些厚重的头发给它往下收一收。涂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啊，要轻轻的多次少量这样去往下做。不要千万一下下刀过于狠啊，这个时候下刀过于狠的话，会将我们头发呢切成一块一块的不均匀呀，还有一些就是头发的一个缺失，就是有个洞啊，一个洞的，它就没办法去修复了，对吧？所以这个涂手的时候一定要轻轻的。多练几次就可以了，可以用你剪过的废头膜，平时在家里这样没事的时候去涂一段时间，涂熟练了以后就能够控制好了我们的手的力量。好，我将这些的发尾全部给它涂到收紧均匀的一个状态，将我们的外线呢给它做到统一厚薄的状态，再去切这个外线。好，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切口全部给它揉合完以后呢，我们去切这个外线。在切外线之前，一定要确定好我们所有头发都是已经在打薄完以后再进行的。然后吹头发的时候，要将头发吹顺、吹光滑，吹到每一根头发都能找到它自己落位的地方，然后再开始切。那在这里切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后缺两个方形啊，它落位下来会产生一个中间长两边长的一个效果啊，中间长两边长，就是侧缺头发它是一个弧线，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剪出一个中间弧线两边低的一个效果，去体现它的落位的形态。好，那接下来我先从这个侧区呢剪出我第一刀，然后确定我后区的一个长度。这个后区的底线呢，我们可以略微的留短一点，这样看上去会更好看啊，短一点。好啊，找到我们的最低点，去和我们的前面的侧区的这个最低点、后区的最低点和侧区的最低点去做一个连接。一边去切这个外线的时候，一边要注意啊，像这些边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发际线的位置啊，特别是我这个头膜，它这种发际线的地方，它织的比较厚啊，像这些地方的头发，我需要给它拉起来，将底下的量感给它往上涂一下，让它收紧一点，这样子它就不容易翘起来了。因为外线应该是越切越服帖的啊，像这个地方的头发，我就给它拿掉一点啊，这里的头发它就是做的位置呢有些翘起来。如果大家平切不好的话，也可以点剪去切，然后呢，点剪把它点碎了以后呢，再去平切给它连起来。好，侧部面呢，这里我们下来的时候，我们给它切一个尖一点的角，让它把这个侧部区的这种形线的感觉呢，体现的更好看一点。然后给它斜一点的角过来。好，后区的方的线条剪完以后，我们去剪前区的三角。这个头发呢放下来，我们能看到这个头发还是向前走的三角。那接下来我们先把外面头发给它拨走，将这底下的头发呢给它切出来向前走的一个
切口，三角的一个切口。大家去切的时候注意保留我们角的一个感觉，那角的这个地方呢给它保留啊，最长的地方给它留住。切向前的一个三角的切口。外线的这种感觉给它切干净，然后看起来很精致的一个效果。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去切这个圆的切口，将这些外线长出来的这样给它收进去。特别是这种圆啊，要多梳少切，在切的时候有一个技巧哈，在这里边切边给大家去分享。好，我们从最高的地方开始下刀，那下的时候呢，刀可以斜进去45度，然后转平，斜进去45度转平啊，这个时候我们的下刀的角度呢就比较好切，我们的头发就不会跑。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刀啊，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手位就可以帮助你切得更干净。不要一刀切太深啊，所以我们去切的时候呢，要多次少量的去走。好，切完以后呢，我们能看到这个角呢，感觉已经出来了，但是它很厚重，它里面有很多的内线是没有切干净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将这个头发表面的给它梳到后面去，梳完以后呢，将它里面的这些线给它拨出来啊。这个时候我们再次伸进刀，你可以给个特写镜头定下，拉近一点。注意再去切的时候，外线的这个角保留住，不要切把这个角切没了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好，我们继续的再往后梳，往前带啊，这个叫 C 型梳理，对不对？这样去把里面的内线呢，再次去给它拿干净。好，现在呢，再把表面头发梳下来的时候呢，这表面头发就薄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去切这个外线的时候就更好去切了，再把表面的这些外线的给它切精致。在切外线的时候呢，角的感觉要切的尖，角要尖，那这个弧线呢要切的比较的圆润啊，圆要润，然后呢这个弧度呢要给它流畅，所以我们有个口诀给大家讲，角要切的尖，弧要切的畅，圆要切的润，然后线呢要切的直。所以呢，把这几点记住以后，我们的外线呢，每个人都可以切得非常的好。外线呢等于客人的忠诚度，就是我们的外线切得好，我们客人的回头率就会很高啊。当然这个也是有一定的说法的，比如说你剪的这个头发是比较柔和的，不需要切外线，那最起码你要把这个边边角角的这个头发的一个厚重的感觉啊，还有这些翘起来的地方呢，都给它做到适当的均匀。好，那这款呢，它是一个固体型，所以我们切的呢就是比较的硬的线条，让我们看起来形与形之间的一个感觉啊，就是几何形体它在落位下来所产生的效果。所以呢，我们切的是比较的硬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工作当中，就是我们的项目当中是不需要切到这么硬的一个线条，但是呢，它这种线条可以给我们提升直观的这种美感。我们可以去工作的时候可以切的柔和一点，也可以去提升我们的美感。但是呢，大家可以去按照我们这种比例去观察啊，比例的一个高度啊，然后前屈和后屈的一个比例啊，因为这种很明显的这种硬的线条能够帮助我们去直观的看到形与形之间的效果。我能看到圆、三角、后屈的这个方，这里的重量线啊，两个重量的一个对比，后屈的和前屈。那后屈中间这个地方是比较饱满的，我们从后屈能够看到这种非常直观的这种菱形的一个效果。
它的体积感非常的好看。这个就是它落位下来所产生的这种的收紧的一个效果，量感在中间，所以我们把中间这个角的感觉给它切出来，让它我体现它这种侧部区棱角的这种力量。特别是这种内线啊，想要一个质感的线条出来的话，它的内线是非常的重要的啊。你切完以后，里面的线条是否干净，它会影响你对整个形的一个质感。所以我们在切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的内线是否切干净。角要切的尖。好，这款发型呢我们就剪好了。大家能看到这个形状所落位下来的这种体积感，还有我们把这个外线切完以后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啊，圆形呢在我们的面颊上呢展现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弧度，然后侧区呢有力量的效果，三角的感觉，然后斜方的感觉。整个发型在枕骨区的地方呢是比较饱满的、厚重的一个重量线，在我们的枕骨区的位置。所以呢，这款就是我们经典的5点式的裁剪结构。希望我们大家从中能够拆分出来很多的有用的技术，运用到我们的课程，运用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好，今天这款发型呢就分享到这里。